何为设计？什么叫心中有形？我们经常讲的心中有形，而不是一款发型，而是什么呢？在我剪发动剪刀之前，首先我要知道我要打造这款发型的风格。你是要打造可爱的，还是比较时尚前卫的，还是比较知性冷酷的，还是比较柔美自然随意的？所以每一款发型你要先定好它的风格，然后再朝着这个风格去打造，然后再决定你用什么样的技术来达到这款发型所要呈现的风格的一个印象。它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大多数的发型师所存在的问题，不单一的只是技术的问题。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行业当中，技术好的人一大把，但是到最后呈现的作品，你有没有发现，它就差那么一点点意思？差什么？我们可能讲叫差美感，对不对？作为一个现场的发型师来讲，你想要让你的技术的价值能够更大化，你最为核心要干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把技术用在正确的地方，而不是天天琢磨着这个地方是圆是方还是三角还是去除。这个我觉得只是在技术的层面。想要提升你的业绩，一定要具备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设计能力啊，就是设计能力。好，接下来我们将开始来进行一个裁剪。那么先看一下我的分区。那么这个头发的分区呢非常简单，把前后分开啊，侧中线分出来，侧中线呢分到我们的耳上的位置。然后在后发区呢，我会采用3个不连接。为什么要采用3个不连接？因为本身我们的小姐姐的发量是很多很厚的，在她的枕骨区量感比较多。那如果大家在工作当中啊碰到这样的头发，你会怎么去剪呢？你会怎么去剪呢？因为今天你要涉及到的是这款头发，我要来进行一个烫发，你的结果是什么？要做烫发，要做项目。一个头发剪2个小时，收费68，你觉得这个价值大不大？从商业的角度来讲不大。那么今天我要考虑的是，我剪完以后上什么样的项目，所以我要为我的裁剪是为我的烫发来做一个铺垫的。所以想要达到柔美的感觉，拿走这个头发的重量，能通过结构的方式让这个头发达到一个所谓的内部空间和收紧感的时候，就不要去打了。所以因为发量比较偏多，所以我们在这个头发当中，我们今天要建立的这个头发是高层次，放长它整体的长度，但是要从内部空间来制造这样的一个空间感。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区域，我们看一下分区啊，侧中线分出来，然后呢，在后发区，我们这个地方从发际线开始，记住了啊，2到3个手指位，从发际线开始，2到3个手指位，然后做斜向后分区，分到它的枕骨点啊，分到枕骨点。因为你要做烫发的时候，你的头发如果没有内部空间感，你的头发烫出来会怎么样？它会很多、很厚、很毛。所以这个头发一定要先建立后部的空间感。所以今天这款头发的技术，只要你能够学会，然后在现场工作当中，只要碰到发量比较多的客人，那我告诉你，杠杠的。好，首先呢，我们将后部的头发一分为2，先建立这个头发的一个什么呢？先建立这个头发的长度和形状啊。好，请看好了，我们在第一区的时候，我们做 C 型梳理，人站到我们的侧正方。人站到侧正方的位置，然后头位往另外一侧微微倾斜。好，梳下来，把头发梳到自然垂落。请注意，我们在这个地方做长度的设定的时候，我们是做 C 型梳理啊 ，C 型梳理，略微滑 C。请注意啊，这个 C 型不能够梳得过于太大，要不然你前面的长度会放得过于太长。来，先把头发梳到自然垂落，然后梳子放到脚的这个位置。略微带一点点滑 C 的梳理，梳下来，把长度先定好。记住，不要用平切口，用点剪的方式。在剪第一片长度的时候，宁愿放长，也不要剪短。当我剪完以后，我先放下来看一下这个长度是不是我自己需要的。那如果我觉得有点偏长，那干嘛？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因为第一片引导线是宁愿放长，也不要剪短啊。OK， 用锯齿的切口 C 型梳理，快速的把这个地方的形状和长度定出来，然后再返回去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形状，它是一个微微往上扬的感觉，各位能不能看到啊？就是一刀就可以把这个事儿给它干掉啊，能一刀干掉的就不要花太多重复的一些动作。
好，那我们另外一侧呢，也是相同的方法，梳子放到脚的位置，人的站位在侧部的正中间啊，侧正方啊，带一点 C 型梳理，看到另外一边的引导线。好，这样子了，我们两边的一个长度和形状就得到了。来，我们从后法区来看一下 C 型梳理剪出一个圆弧的形状。那这个只是我定的一个长度，那么接下来我要干什么？接下来我要拿走这个区域的什么重量，同样还要干嘛呢？保留它原有的长度。头位呢往前倾斜，然后我在这个地方保留它足够的长度，然后呢又要拿走它本身的一个重量，所以你的人呢站到侧面的这个位置，然后高角度的去提拉。我们没有来反曲线的角度，看好啊。反曲线的角度，把这个地方的重量去给它拿走。那这样剪完以后呢，外线会保留它的长度，而且呢，我不想让这个头发的外线过于太稀碎，还是要有一定的重量的啊，要有一定的重量的。这个是你在修剪的时候你要看明白的一件事情。好，继续随头型划分，一片靠一片的方式，角度要拉到高于分缝线的角度。那这样子呢，重量给它拿走了。好，继续画斜，一片靠一片的方式，角度抬高。今天这个头发啊，我说了我会采用到6到7个不连接的方式来组合修剪这款头发。你可以把我的这个修剪的技术、这个理念融合在中长发上面，它也是 OK 的。角度梳起来。越到侧部转角的位置的时候，我们的什么呢？角度要越来越高，因为你的划分线，你的头型它是一个圆的啊，头型是圆的，所以你的手位来第一片、第二片、第三片，每一片的手位要越来越高，特别是到了我们侧部转角的位置的时候，你要保留外线的长度，那你的头位就要往另外一侧倾斜，而且手位呢要越来越高。好，越到侧部转角的位置的时候，角度要抬得更高。看一下外线的长度要做保留，形状要做保留。剪完以后，你要看一下这个形状还在不在，因为这些地方等一下我们是要去把它看得稍微的有一些柔和感在里面的。注意啊，在这个地方修剪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外线你不能把它剪得过于太稀碎。如果剪得过于太碎，这个地方会怎么样？它会飘起来。等一下整个头发上区过于太重，下区过于太薄，所以你要保留外线的厚实感。吹干以后，如果说这地方有一点厚，可以拿削刀稍微的把它做柔和一点。好，继续另外一侧相同的方法。OK， 来，我们这个面剪完以后，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地方的一个效果。来，这种收紧感，这种细腻度 OK 吗？各位，那这个地方剪完以后，它是属于一个去除的一个层次啊。剪完以后，这个地方的重量已经到这儿来了，它的收紧感会很服帖，而且剪完以后，这个地方它的收紧感、外线的长度会保留啊。这个是我们到最后需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后发区呢，第一区的一个层次就已经完成啊，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第二区。后发区呢，我一共会采用3个不连接的层次来做修剪。那每一区呢，都是要做不连接。第二区的时候，水平分线，看一下。第二区和第一区连接吗？肯定是不连接，对不对？
第二区是做不连接。因为今天这款头发我们剪完以后，它不是说把这个头发的重量像昨天一样堆到枕骨区这个位置，今天的发型不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头发的重心它是往上走的，它是往上，所以每个区域，第一区和第二区不连接，第三区和第二区不连接，每一区都是去除，每一区呢又放长来叠加堆积它的一个重量，这是我们要最终达到的一个什么呢？效果，最终要达到一个效果。好，接下来请看第二区的修剪。从第二区开始呢，我会制造一点这个头发的轻堆积，因为在这个区域，所有人的什么呢？发量。所有人的发量在这个区域，它的枕骨区是比较扁平的。但是你从侧面去观察一下啊，那你们一定要记得啊，每个区域用什么技术，你要有自己的思维，你要认识到这个问题。从侧面来观察，如果我把它整个侧区、后区的这个重量堆成这个样子，来，重量线堆到这个地方，你们看一下，最后出现的效果是什么？是不是从侧面看的时候会增加这个地方的一个宽度，后脑勺就会太鼓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各位能不能理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它变得很柔和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做一个去除的层次。来，请看好，在第二区的时候，我们要和第一区形成不连接的层次，角度拉到分缝线的高度，把下面的引导线梳一点点起来。下面的引导线梳一点点起来，往外拉，拉到分缝线的高度，也就是水平提拉。梳起来，往外拉的时候，刚好看到下面的引导线掉下来，然后采用锯齿的切口。第一片引导线宁愿放长，也不要干嘛？也不要剪短。第一片引导线宁愿放长，也不要剪短。那我剪完以后放下来，先看一下它的一个落点是在哪一个位置。是低了还是高了？这个是你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OK， 继续从第二片开始，我们的划分线略微画斜，斜多少度呢？斜15度左右就可以了。人的站位跟随头型来做移动，这个时候跟我们的第一区就没有任何关系了。跟第一区没有任何关系，不要去考虑第一区的问题，你只要把第一片引导线去把它建立好就可以了。随头型去走，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时候你会微微的得到一点点什么呢？重量线。微微的得到一点点重量线，但是这个重量线一定要在最开始的时候就一定要设定好，然后把角度梳起来，高角度提拉，往侧中线的位置来靠，把上面的这个角给它去掉，高角度提拉，然后随头型走圆，把上去的重量做一个点剪，那也就是做一下什么呢？去角的处理。好，剪这边的时候，相同的方式梳起来，看到你的引导线，用挑剪的方式，锯齿切口啊，请注意梳起来，我们是用锯齿切口去做修剪，保证这个切口的一个随意性。继续相同的方式，再来原位提拉啊，各位不要靠片，原位提拉。剪这一侧的时候呢，很容易把这边的长度就给它放长，所以你在梳理的时候，我昨天在直播间就讲过，第一是梳理的时候发片不要往后带的过于太多，往后带的过于太多，这边就很容易延长，是不是？所以在梳理的时候，发片原位提拉，人站到发片的内侧，然后注意你的手位，这个很重要。好，这样剪完了以后，然后呢，再把角度梳高，往我们侧中线这个位置去靠，往上带，把上面这个角去掉。这样子角度梳高的时候，你剪到的只是最表面的这一层头发，避免呢在这个地方你的角度不够，会出现什么？这个头发的硬线。OK， 第二层完成。
而且我们要达到的效果，就是在我们的后法区的这个两侧的位置，一定要去做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什么呢？收紧服帖。第3区的时候，我们和第2区依然是范长2公分，记住啊，第2区和第1区是2公分，第3区和第2区依然也是范长2公分。好，接下来继续 ，OK。以头顶开始来做1点放射。按正常的逻辑来讲，如果这样子去放长去修剪，剪完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放下来，上面头顶是不是会过于太长？是不是？而且这个地方剪完了以后，它落下来的重量堆积会堆到这个位置，它会这样子很饱满。所以在头顶的部分，我们要做高角度反曲线的提拉，角度提起来，看到你下去的引导线，刚好看到它落下来的时候，来。来，我刚刚这一刀剪完了以后，来梳起来看一下，是不是不连接？是不是反曲线的切口面？各位能理解吗？我这样剪完以后，它的切口是不是很随意、很柔和的？你看，很柔很柔。OK， 放下来，继续以头顶做1点放射，梳起来，看到没有？梳起来，你能在这个里面看到它的引导线。好，继续以头顶做1点放射。我们手不要停哦，铁子们。把头发梳起来，往上那么一抬，就看到你的引导线，看到没有？好，继续。要和韩老师一起去学，太棒了。小姐姐是哪里的？哪里啊？湖南。你湖南的？湖南哪里的？你看这一边我剪完了，来，我们来拨动一下，看一看，哇不哇塞？看一下，哇不哇塞？啊，下去呢收紧它的重量啊，放长它的长度，上去呢很柔和的来做一个堆积，来拨动一下。另外一边相同的方式，头顶1点放射。头顶呢，我们尽量用宽齿的梳子去梳理。减少这个头发的张力，梳起来，看到你的引导线往上拉，随性一点啊。OK， 继续侧须。侧须呢，我们依然是要做一个去除的层次，来斜向后，水平分线。那这个时候呢，和我们的后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不用去考虑连不连接的问题。把后区的头发固定起来，不要去动它。那么在侧发区呢，我要拿走它的一个重量，然后我们以第一片来作为参考，所有的发片拉到第一片的位置，延伸后面的长度。如果你跟着头型这样剪过去呢，它会越来越短，所以我要前面短，后面长，和后面做一个过渡。所以所有的发片往第一个发片来靠，看好了，斜向后分线，然后呢，以梳子的一半来作为参考，梳起来，一样的啊，角度抬高，带一点反曲线的切口。剪完以后放下来看一下它的整体的一个长度，这个长度是不是你自己所需要的？那如果过于太长，可以再来一遍。OK， 我接下来继续啊，斜向后分线，拉到第一个发片的位置，角度要拉到高于分缝线的角度，继续斜向后分线，还是拉到第一个发片的位置来，继续斜向后分线，还是拉到第一个发片的位置来。角度梳起来要梳到高于分缝线的角度，继续斜向后，还是拉到第一个发片。不要关注我们的直播，点关注，明天我会继续去做。那这样子剪完以后呢，前面是最短的，会延长后面的长度啊。然后呢，这个地方会有一个角，我们再往后靠。
往上梳，把这个地方的角给它去掉，不用考虑后区连不连接的问题，兄弟们，不用考虑啊。那这样子呢，我们剪完以后，它的鬓角的柔和度就出来了，而后区的收紧感啊，依然还在，侧区的这种线条也在。当我们挂到耳朵后面的时候，这种感觉它也在啊。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侧区的一个修剪。当你的技术和控制力达到一定高度以后，是什么样的技术重要吗？不重要。但是是什么样的结果重不重要？很重要。你只要明白我这样拉，剪完以后，它头发放下来，它的结果是什么样的，这个很重要。往后带啊，往前带，剪完以后后区会延长啊，这个地方会延长，看到没有啊？然后呢，再把这个地方的什么，这个地方上面的这个角去掉，这个角它是重量的角，这里要把它拿掉一点，要不然耳后这个位置挂起来它会比较重。那其他的就不用管了。那后区呢得到的结果，看一下啊，它的柔和度和细腻度就出来了。在前区啊，我们剪一个反曲线的层次。什么叫反曲线啊？那也就是反头型的一个层次，我要放长它前面的一个长度。当然这个看你自己，如果你前面要剪一个很短的刘海，那么你就可以随头型去走。如果你要剪很短的刘海，随头型去走；如果要放长，剪一个反曲线的层次，好吧 ？OK， 开始，所有的头发梳起来，看到你后区的长度，带一点点微微的反曲线。那么反曲线的切口呢，它是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的，所以这个需要你有一个很好的理解和控制能力。为什么反曲线的切口没有标准呢？对吧？那如果我刚刚剪的时候，这样是不是反曲线？来，我刚刚这样拉是不是也是反曲线？我再平一点，这样子是不是也是反曲线？所以它没有绝对的一个标准。那这个就是取决于，当我剪完以后放下来，你要知道这个头发的落点在哪一个地方。所有的发片往上抬。OK， 这样子，我们把这一边的这个反曲线的层次就建立出来了。然后再干嘛呢？刚刚是横向前后的修剪，然后再改成纵向。所有的发片定到我们侧部转角这个位置，把下面这个角给它稍微收一下，要不然你的外线会过于太碎。看一下啊，这种头发我们剪完以后，来这个地方挂到耳朵后面，刘海给它探出一点点幅度，一点卷度出来，往耳朵后面一挂，顶区的整个感觉就很出来了啊。好，这样剪完以后，你的外线这里它会比较虚啊。然后呢，我们再稍微的纵向的去检查，把下面这个角稍微磨掉一点，看一下，磨掉一点角就可以了，定到我们的侧部转角的位置。所有的头发往这个地方靠。老师脾气真好，那必须啊，和蔼可亲。幽默、帅气，来前区能剪到的全部往后靠一靠，这样子呢，你的前区这个地方的长度和形状，还有这种柔和度，就可以很好的去把它建立出来啊。OK， 那这样子我的整个头发的结构就已经全部剪完了 ，OK 吗？各位可以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对这个头发进行一个烫发。好，这个头发该如何去烫呢？
兄弟们，这种头发，如果你烫得好，这个头发就会很漂亮；烫不好，这个头发就会很成熟。好，首先这里分一个三角的发片，这里高角度的去提拉，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去把它烫得比较蓬松。好，我们把它的整个卷度呢控制在2圈半以内就可以了，2圈半以内啊。看一下我的划分啊。第二遍我们在分区的时候，你看我直接是干嘛呢？把发片往前带，卷外翻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杠子要再小一些，比刚刚用的这个杠子要小一点，因为卷外翻的时候它会放大它的什么卷度。我说了啊，往后卷的时候，你的杠子要比刚刚那个要小1号。啊，在这个位置收紧，然后再到我们的侧须，看一下这个位置呢，我们要烫的是收紧，卷度向上，所以在侧面的时候，你把角度一定要压低。短发的烫发它一定是融合你的裁剪，你先要把结构剪好，剪好了以后，你再去烫的时候，这个头发就会变得很容易了。我说了，在它的脸部周围，我希望的是让这个头发的卷度多一点，而在后区呢，顶区的地方，我们只需要一点点纹理就可以了。所以在每一个区域，你要烫成什么样的效果，这个一定要明白。好，那这样子呢，我的前区的排杠1、2、3、4、5个杠子就排完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正面和侧面。顶区的头发只要控制在1圈半就可以了，我不需要有太多的卷。那1圈半出来，它是一个什么 C 型，带点弧度，对不对？它就不会很卷。发片的角度跟着头型走。好，你看啊，这里是几个杠子呢？自己要看啊，它不需要很多杠子。好，这一边呢，角度不能过于太高。烫得过于太高和我们前面的裁剪，它就违背了它的关系了。所以我们在后区裁剪的时候啊，这个地方角度要适当的干嘛呢？要压低一点。好，这2个位置呢，在我们侧部转角的位置，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了。我们一样的是要去把它烫一个收紧的效果。在这2侧，你不能去把它烫一个饱满。一定是要去烫收紧，因为在这2个地方一定是要去做服帖。我先告诉你们啊，如果你的头发的层次结构没有按我的方式去把它剪好，你一样是烫不出这种效果的哟，家人们。你的头发的层次、形状、内部空间的这个结构，如果你没有按我的方式去剪，你一样烫不出效果。我的排杠都是根据我的这个头发的层次来定的。来，收紧的效果。我平时上课呢，在北上广比较多，北京、上海、广州，这是我们的直营校区。那全国呢也有60个培训中心。私信主播啊，然后我们课程方面的话，我们都会给他去做详细的了解。好，那么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后发区鬓角这些位置啊，在这个位置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后发区这些地方，我们都是要进行一个烫发的啊，都要进行一个烫发。你不能说后发区上面烫完这个地方都是直的，这个是不行，因为这款头发我要的是全头都有卷的效果。这个发片开始呢，我们做空心卷，不要再用杠子了，因为这个地方用杠子头发过于太短，不是很好操作。但是你在卷的时候，角度要干嘛呢？要降低。你看啊，在这个地方斜向前的去封发片，因为我要的是一个流向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卷度。看我排杠的时候啊，它的一个方向是怎么样的，一定要看清楚啊。在这种地方，你要做的效果是什么呢？是外翻了，还是往内了，还是往前呢？
这个地方是由你自己来决定的啊。那我今天要的效果，我是要让它有一个什么呢？外翻的感觉，往外的感觉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去卷的时候，来这样子往上去走啊，发尾往上去走就可以了。看一下啊，它是一个往上往前卷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烫发你要做的像这种头发，我们不是说要去控制这个头发的软化的问题，而是要去控制这个头发的一些细节的地方。侧面转角的位置都是做流向的烫发，而到了中间的位置是去做它的一个饱满度。然后呢，我们另外一边也是相同的方法，转一转，转到这里来。来，我们从正面给大家转一圈 ，OK 了吗？好，前区呢，我们是第一个是饱满向前啊，饱满高角度，然后呢，两侧是烫一个收紧的效果。这个杠子要比这两个杠子要大一点，因为反向来卷的话，它的卷度会放大啊，会放大，所以你要达到卷度一致。两个杠子的型号要有一点点区别啊，然后前面3个杠子就可以了，然后再到侧面鬓角的位置呢，要做收紧向前，因为这个地方不能鼓起来，挂到耳朵后面它是服帖的，然后发尾呢它有一个往前勾往外翘的感觉，好吧？然后再到侧部这个杠子啊和另外一边这2个杠子，因为是在它的侧部转角的地方，所以一样的要去做一个收紧的抬杠，而到了顶区这些地方是属于动感区域，动感区域呢。随头型去选高角度，来垂直头皮提拉，随头缘去修剪。这一个呢啊，不要做高角度的提拉，因为高角度这个地方烫完以后啊，它会鼓得特别厉害，跟着你的修剪的层次来走。而到了我们下面的区域，来靠近侧部转角的位置做流向的烫发，往前，中间这个位置啊，稍微让它饱满一点点就可以了，上下做一个过渡。而在下区这个位置是做收紧向前，收紧向前。啊，这是我们整个头发的一个排杠 ，OK。好，我们现在呢用保鲜膜包起来，然后呢大概加热5分钟就可以了。加热5分钟，冷却5分钟，这个头发就算完成。之前擦的是精油，然后呢，如果说头发比较毛躁的，在湿发的时候，你给它擦上一点点这个泡沫反蜡啊。这个感觉啊，就是今天直播给大家呈现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啊。那希望呢今天的分享啊，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啊。可能你可以把它烫卷一点，你也可以不烫。这个你也可以只烫一点纹理，这个取决于你自己在店里面，你的客户群体是怎么样的啊？你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风格的状态，这个是由你们自己来控制的，它不是一个100%绝对的东西，好不好？你只要学到它的一个理念，它的一个方向，它能够给你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和启发，我觉得这个是学习啊需要去思考的一些地方。